祝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特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入，愧对父母，别说态度，空中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讽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郭台老师。之前有提醒，随着大罢免活动的进行，蓝白草与小粉对台派的攻击绝对是越来越频繁。现在很多台面上支持台湾的人，也都确实正在被攻击、被网军骚扰。而我频道上也多了很多小粉的送头留言，暖心。我之前就说过，粉红你们的送头攻击会被我拿来当素材，拿来当笑话，是在添柴火给我。我都讲这么明白了，还是有小粉听不懂。你们这是在变相帮助境外势力啊，帮助台独分子啊。小粉，你们以为是在骂我，实际上是在支持台独，让我有更多素材可以说服台湾人民不应该接受中共的侵略。谢谢啦。但好啦，你们爱送头我就拿来用。刚好这集来补一下上周没有的送头环节，今天直接回整集，带各位一起来笑一下。不然最近许多台派朋友们真的都辛苦了，但再撑一下，剿匪时间快到了，大罢免一定要成功。我们都有在准备避难包，这是好事。但最重要的避难关键就是罢免蓝委，拒绝亲共势力留在台湾国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周的送头留言。那我个人看小粉看久之后啊，笑归笑，我觉得我的个性有变得更加懂得感恩，因为看到他们的表现，我觉得我真的太幸运了，这辈子能拥有一颗聪明灵活的大脑，还有健康的身体，器官也都还在我身上，真的要知足啊。因为有不少小粉红真的是没有。第一则。没意思，遛遛我的电子宠物狗狗，然后打一个小丑跪在地上刮胡波特王，是不是？你说他脑呢？但也不愧是小粉啊，要比意淫，谁比得过你们？不过拍谁啊，我不是你的电子宠物啊，反而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共党的玩物，社会的废物，会移动的器官库，可怜啊。什么时候开始鲁共和反共成了口号和政治正确，就好像当年红卫兵拿着小红书肆意施暴一样？这类的粉红言论啊，乍听之下好像在指责反共行为很激进，跟中共文革时期红卫兵没两样，但其实逻辑上啊是偷换概念，倒因为果。台湾人反共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想被中共侵略，不想中共破坏现有的民主生活。而我节目在做的也只是把中共自己做过的破事跟一些国际新闻整理好，重说一次，以此带各位理解真正的事情并非共党说的大外宣，来揭发中共的统战、渗透与迫害。反共是追求台湾不要被中共侵略，可是中共的红卫兵则是听命打压异己，不懂查证，讲话没有依据，毁掉中国传统文化，打压知识分子。这两者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只是一般的台湾人民，想守护台湾民主，对抗集权独裁，而红卫兵是在帮中共政权独裁续命。但你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是历史没学好，还是其实你才是红卫兵呢？而且反共这件事，从当年老蒋时期来台的国民党就有了，只是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反共。至于鲁共这件事，也一直都有，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就会骂共匪了嘛，什么426啊、杀猪拔毛。但后来鲁共这个名词的出现啊，确实是从我这里开始讲。台湾怎么开始搞文革了？晕了，红卫兵一样。中国的过去成了台湾的现状，年轻人也被洗得满脑子意识形态，好狭隘。这个小粉跟前面那位论述也蛮像的，但实际上到现在还在进行文革的是你中共国啊！看看你们自己国家的小朋友是怎样被中共党国思想残害的。我爱你中国。看完之后是谁才在文革？该不会要说这些是我找来的演员吧？而且干嘛一直喊台湾回家啊？这种情况就像是你人已经坐在家了，结果门外一直有人在敲门喊话，要你赶快回家啊！遇到这种事你会回对方什么？根本像是遇到精神病患喊你快回精神病院，真是拜托你们才先回去，别在那边制造噪音，不要再骚扰台湾人，而且让连字都还不会写几个的小孩喊台湾你妈叫你回家，根本是国家级虐童啊！中共把孩子当传声筒，把政治当
当儿歌唱，长大后就变成分不清现实的巨婴。这种警示教材也能让台湾人省思，确认自己不想变得跟中国一样。台湾人已经在家了，我在家好好的，有言论自由，也有选票。你家就有防火墙、审查、清零、活摘器官等等。你这样叫我过去，我看是你该逃出来吧。今天影片进入正题之前，要先感谢 Citizen 赞助本集影片。出门在外，有时我们会想和朋友联系，网络就是个很方便的工具。而在出国之后，网络的重要性更能体现出来。要是你的网络不稳定，可能就会遇到这种事情。阿明在忙吗？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想吃我上次在日本买的巧克力？我正在机场，可以顺便买回国。要吃的话，我会让你吃到饱。想吃？Yeah, boy. 本来要送伴手礼，结果变成送自己。出国网络不稳，就可能出现这种误会，要避免发生。推荐各位出国上网就使用 Citizen 网络，资源范围超过190个国家区域，让你出国不怕没网络使用。从挑选国家区域到选择网络方案，都只需靠 App 就能线上搞定出国网络需求。操作方式相当简单，出国前先下载 Citizen App， 接着选购你要的方案就搞定了，简直懒人福音。使用 Citizen 下飞机到当地，打开手机就会自动连上当地网络，彻底摆脱传统 WiFi 机，省去换卡时间。当购买的网络流量快用完时，也能直接用 App 续购，还有24小时线上客服，随时有专员协助。现在就点选影片下方专属连结 Celi.com/PorterKing 下载 Celi， 记得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PorterKing， 能够享有独家85折优惠。出国上网用 Celi， 一键连结，超便利，推荐给各位。小丑玩意谈完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同意与你们这些小丑有什么关系？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我们就是不一样的国家。不要再活在自己世界了，都翻墙了。你如果有固定看我节目，也就知道美国政府是已经要改走战略清晰了。国外新闻也可以查，你有在观察的话，从拜登到现在的川普政府团队，尽管两位总统的政党不同，但在对中政策态度上都算明确。台湾就是不属于中共国。今年美国国务院官网还删掉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字句。台湾人到美国要填文件时，国籍栏现在也被规定只能填写台湾。台湾隔壁的日本上个月开始也同意台湾人在户籍的国籍栏上填写台湾。前2周在美国有关二战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也有台湾队伍参加游行，台湾的队伍高举中华民国国旗。主持人介绍时还特别强调台湾，中共都说中华民国灭亡了，说是他来继承，所以扯台湾是中共的，怎么实际上墙外不这么认为？ Established in 1982, ROC Veteran Association of Greater Washingt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the Washington area. With more than 300 members, all of them are veterans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included many high-ranking generals who joined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World War II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Asia. In past years, the associ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many activities here with their friends of U.S. veterans groups to promote the mainstream ev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50-foot Taiwan flag is brought to us by Tekra. It commemorates a very special partnership.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ged a friendship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Today, the ROC, known as Taiwan, remains a steadfast friend and partner i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oday's flag is being carried by members from the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ROC Taiwan. 看完游行片段，再回来看这小粉留言，谁才是小丑？小粉来我这边骂这些都没有用，就是被我当笑话、当素材。而其实我跟你个人也无冤无仇，不是真的多讨厌你，因为根本不认识你。我只是讲了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情况，只是戳破了中共的大外宣而已。中共政府做得很烂，跟你本人其实也没关系啊，因为你也是被割的韭菜，是有什么好对我不满的？你反而应该感谢我们这些中共反贼，帮你出了口怨气吧。结果你看了生气，不看又好奇，看完又生气，爱看又爱干，比追剧还勤劳。你是在追星还是在拼减刑？不然这是什么情况？我不记得我会忍术啊。小凤，你们有看过《火影忍者》吗？你们真的很像是中了幻术啊，无限阅读，活在一个叫做强国梦的幻想中，以为自己在捍卫祖国，其实是在帮独裁政权压迫真相，以为自己在驳斥谣言，结果这个谣言还是你共党自己做过的事情。你活在幻觉里还理直气壮，这不就现代版的无限阅读吗？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
是你曾经说过的话，希望你早日改邪归正，不要一直搞两面手法。认错不可耻，可耻的是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同时还越走越偏离正轨，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对的。就算你不承认那些对你的指控，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做了什么。如果你还能每天睡得安稳，只能说你不是自我催眠太强大，就是你早已失去本该有的良心。我自己是没印象我有讲过这句话，但我知道这是民间俗语啊。那如果真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怎么不想想，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做的没有错，神才保佑我的，才让我睡得安稳，而且还我搞两面手法啊？哪两面呢？我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一直反共挺台？即便是我以前待别间公司，有因为工作去中国拍过广告，我也都没有跪着舔过啊，站着赚了还把钱拿回来反共。你自己做不到这件事，是你没能力，但也不能这样眼红吧？来两面呢？我看你是智商低到都有学费减免了，老师都不好意思跟你收学费啊。反共为什么叫偏离正轨？你说这话就代表你自己本身是亲共的，你才是邪魔歪道。都讲了，台湾人反共最大的原因是为了守护台湾，更何况今天想侵略打仗的不是台湾呢，是中共在那边乱呢，然后还在扯网络上那些造谣抹黑我的指控，我早就都讲过了，很多内容甚至是我2年前就拍片讲过了啊，你自己没在看，智商又不够去判断，怎么就变成是我有问题？你怎么不找找自己问题？真要说偏离正轨的台面上确实不少，重点不是过去这个人说了什么，而是现在这个人在做什么。台面上一些以前反共的部分都变成跪下去舔共，你难道会因此说那些人过去有反共，所以现在他就没问题吗？不会嘛，因为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国民党以前也反共，现在有吗？马英九这周都还跑去中共办的海峡论坛，在那配合中共口径讲两岸中国人同根同源。海峡论坛还是马英九当年执政时期，他自己任内认证说这是中共对台的统战平台，还不许中央的官员参加。结果现在他本人在干嘛？真正偏离正轨的你不骂，却在骂坚持反共的，居心叵测嘛，靠康嘛。蓝营立委王宏威都要造谣说马英九附中，扯说是民党同意的，结果根本不是啊。他有道歉吗？啊，你有去骂他吗？啊，没有的话，你在我这边是在哭什么意思？让我想到当年反服贸时期，许多学生参加太阳花学运，其中网络上有一张照片是这个，谁能想到这张图放到现在竟然也无违和，一样适用。下一则，你在回避一个问题，馆长宣传的是不是事实？啊，谁回避啊？而且你搞错重点了啦！大家讨厌的不是说中共国的高楼大厦有多高、有多发达，没有人否定这个，这就牺牲大批中国韭菜割来的血汗，能盖不好吗？但墙内的一线城市高楼盖再多，跟我有什么关系？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自豪，是关你屁事？只有哪一栋楼是你的吗？真的是，唉。小凤，你们想要这点来洗地，想让台湾人因此喜欢上中共国，这个逻辑就像是什么？有一个长期欺负你的人，威胁其他人不能跟你当朋友，还放话要打你，那你心里一定也会不舒服嘛。结果有天你看到他家蛮有钱的，还住豪宅，难道此时你就会改变想法说，哇，那我跟这个欺负我的人当朋友好了？看他家的房也蛮好看的，那我干脆让他做吧。你也安呢吗？你那是没安呢？啊不，你是有什么大病？哇，墙内薪水好低耶，那我要过去工作。哇，墙内有活摘器官嘞，那我要过去就医。你们这些粉红来我这边帮馆长洗地的逻辑就是这样，是非不分。有看过哆啦 A 梦的话，你等于是要大雄去跪舔小夫跟胖虎，你会这样吗？还是其实小凤你真的会？那如果你会这样的话，就更说明了一件事：我们不同国、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自然不可能会有统一那一天。你的统一对台湾人而言就是侵略，讨厌中共就是因为他想侵略台湾，跟他高楼大厦盖多少没有半点关系。而且网军你们帮馆长说话真的是没必要，因为也不光我说，连你们自己中国人都在说，那个台湾馆长已经回台湾了，对吧？啊，夸我们这里上海厕所有门，有高铁，高楼大厦很牛叉，对吧？啊，你怎么没去河马先生上一下班呢？你怎么没去那个保险公司去卖一下保险呢？啊，你怎么没马路旁边啊随便找一个饭店啊，你去打2天工呢？啊，看看他们给你多少工资？你下次再来大陆，我最推荐你的就是去那个河马先生打几天工，好吧？然后你看看他们结给你工资一天多少。我上次做了7天，在河马先生7天一共600多块钱。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还一天到晚瞎讲八讲点什么呢？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edition 赞助本集影片。提醒各位，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优惠链接和折扣码给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链接 sedi.com/porterking。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